仙州千百年历经战事无数，不知陨没了多少英雄翘楚，但仍有一位传奇在漫长的时光前屹立不倒，缔造了众多惊人的战绩。今天的主角是来自仙州罗浮的将军景元，他在战场之上运筹帷幄的身姿，留下了数不清的传奇故事。有诗赞曰：闭目藏经坐中阵，不屑浮名伴此身。举头遗风惊殿起，追魔扫会敬功神。对了，今天节目组还特别邀请到了人称法眼无疑的福玄来到现场。请本座来算是找对人了。若论对景元的了解，仙州上下无人能出我之右。听闻这位太卜口风不言，又好为人师，说不定能撬出一些景元的八卦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太卜大人有仙州万事通之称，想必能为观众们带来不少鲜为人知的情报。理当如此。说回正题，景元是智识命途的雷属性角色，他能征善战，威名赫赫，仅凭战场之上闪烁的雷光，就足以令敌人闻风丧胆。释放普攻石火流光，景元将挥舞震刀，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雷属性伤害。他手上的震刀更是大有来头，此刀名为石火梦身，乃是由地宫司命射灭星辰的光使余烬锻造而成。而随侍将军左右陷阵冲杀的金色巨影，其名为神什么军来着？神霄雷府总司驱雷掣电追魔扫会天军。没错，就是神军。神军初始拥有一定的速度和攻击段数，每增加一段攻击段数，神军的速度也会有相应的提升。神军行动时发动追加攻击，每段攻击会对随机敌方单体造成雷属性伤害，同时对其相邻目标造成一定比例的伤害。攻击段数的累计存在上限，行动结束后，神军的速度和攻击段数恢复至初始状态。景元无法行动时，神军也无法行动。当景元被击败时，神军消失。在投身战斗前，将军使用秘技射照威灵，可在下一次战斗开始时增加神军一定的攻击段数。消耗战绩点数，释放战绩紫霄镇耀，景元会对敌方全体造成雷属性伤害，同时还能增加神军的攻击段数，使其在战场上行动更加频繁。这等使唤人的本领可谓是炉火纯青啊！我仿佛看到了被领导呼来喝去的自己。那个将军明明身居高位，却总是摆出一副慵懒的态度使唤人，也难怪被人们称为闭目将军。哦，莫非这是太卜大人的经验之谈？下一个话题。在发动终结技无声光明之后，沉睡于战场之上的白狮将在此刻觉醒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不要在战场上睡着。景元携神军一同对敌方全体造成雷属性伤害，并增加神军一定的攻击段数。那么下面就让我们看看，在战场上这位运筹帷幄的将军又会有怎样的表现。这场战斗不用演算也能知道结果。现在我们看到景元面对3位魔阴身士卒仍从容不迫，想来是胸有成竹了。将军擅长应付多人战斗的局面，但神军初始状态攻击段数较低，若要获得可观的收益，需要在神军行动前尽可能增加攻击段数。只见景元当机立断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终结技无神光明，瞬间将全场敌人的生命值清空。但敌人贼心不死，还企图做最后的挣扎。将军的战技紫霄镇耀，可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，对付这等残兵败将已是绰绰有余，并且神军的攻击段数也因为先前的战技和终结技得到了增幅。神军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将积攒多时的神雷向敌人倾泻而出，未等敌人做出回应，便以终结战局下班收工。论征战折冲，景元确实无可挑剔，不过嘛，要论妙算韬略，还是本座更胜一筹。说起来，他一直答应退位让贤，由我代行，怎么总也没个动静？福玄小姐可曾经历过职场？已任职太卜多年，
为何问及此事？那不知福玄小姐是否听说过，身居高位者往往深谙画饼之道？治平仙州，兵法运用才是我的道路。至于所谓的画饼之道，不懂也罢。